忽然魏无羡听到了一些声音，类似是机场。魏无羡脸色一白，立马问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蓝忘机淡淡的道：“魏婴，我要走了。”魏无羡一听就愣了，呆呆的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蓝忘机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在机场，我要走了。”魏无羡一听，连忙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，拔腿就跑，嘴里还说道：“不可以，不许走，我去找你，你不许挂电话。”蓝忘机好像听到了魏无羡语气的颤抖，竟然真的没有挂电话，就静静地听着魏无羡有些急促的呼吸声。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雪，气温忽然降低，让魏无羡打了一个寒战。魏无羡不知道蓝战是几点的飞机，在路狂飙车竟然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机场。远远的他就看到了蓝忘机，因为蓝忘机的那个行李箱还是他给买的。蓝忘机是不想把这个行李箱带走的，只不过他没有自己的行李箱罢了。蓝忘机看着他面前的魏无羡，天空中依然下着小雪，魏无羡穿着单薄，蓝忘机忍住了自己想去把他抱在怀里的冲动，开口说道：“回去吧。”魏无羡看着面前的蓝忘机，呼吸还有些急促，脸色也不怎么好，但是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：“跟我回去。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你该回去了，你今天不是还有聚会吗？”原来他看见信息了，就是不回他。魏无羡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眼神越来越红，咬着牙说道：“你不是说过不离开我吗？”这还是他喝酒，然后又淋雨，一不小心发烧了。蓝忘机去照顾他，好像是在他耳边说了这一句话，但是他没有听清。蓝忘机语气淡淡：“可是你现在不需要了。”魏无羡双眼发红，狠狠地说道：“你又怎么知道？”蓝忘机真的是太了解魏无羡了。蓝忘机不再说什么，耳边传来了登机的声音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犹豫了一会，却转身就进了机场。魏无羡看着他的背影，情绪有些崩溃，说道：“蓝忘机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你就别再见我了。”蓝忘机身形一顿，却还是没有回头。魏无羡吸了吸鼻子，服软地说道：“别离开我。”蓝忘机的心忽然疼得要命。魏无羡又说了句：“我想让你陪着我。”蓝忘机终于开口，问道：“以什么身份呢？我以什么身份陪着你？”魏无羡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是啊，让蓝湛以什么身份陪着自己呀？蓝忘机转过身，看着有些茫然的魏无羡，又说道：“魏婴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喜欢过我吗？”魏无羡越来越慌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我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我喜欢和你拥抱。”蓝忘机低下头，纤长的睫毛轻轻一颤，认命般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魏婴，我喜欢你的。”魏无羡忽然愣在了原地，两条腿仿佛就像是灌了铅一样，动都没有办法动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摇了摇头，又说了句：“魏婴，你不懂爱是什么。”说着，转身就进了机场。魏无羡眼睁睁地看着蓝忘机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他的视线里。这个时候，他忽然脑海中想起了蓝忘机曾经跟他说的：“魏婴，我们之间有爱吗？”那个时候魏无羡怎么说的？眼神带着轻佻和调戏，摸着蓝忘机俊俏的脸，似是调情，但是那张嫣红嘴唇说出口的话却无比的刺人：“没有啊，我只需要有一个人来陪我而已，我太孤单了。”换言之，就是他只需要有一个人陪而已，只不过这个人恰好是你罢了。不管在床上魏无羡怎么勾引蓝忘机，蓝忘机从来都只是亲着魏无羡的唇，却不碰他。他现在真的好懵，好迷茫，但是他脑海中唯一清醒的事情就是蓝湛离开了，不要他了，他又变成一个人了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消失的方向，眼睛越来越红，轻声说道：“蓝湛，等我学会爱你了，我就去找你好不好呀？”魏无羡看着手里的文件，拿起笔刷刷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等检查了一遍，放心没什么事的时候，魏无羡这才面露一些疲惫之色，伸出手捏了捏自己的眉心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外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还飘起了小雪，又是一年冬天啦。5年了，距离蓝湛离开已经过了5年之久，只要魏无羡一想起5年前的场景，心还是会深深刺痛。魏无羡拖着头漫不经心地看着外面的景色，天气灰蒙蒙的，魏无羡忽然觉得有些冷，明明办公室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啊。魏无羡站起身，
走到窗前才发现原来有一点窗纱没关，怪不得有些透风。魏无羡轻轻地把窗纱关上，又看着窗外出了神。温宁走了过来，轻声道：“魏先生，您要查的我都查好了，绝对万无一失。”说着便把手里的一张纸递给了魏无羡。魏无羡听到温宁的声音才回过神，看着哪张纸，接了过来，然后又眨了一下眼睛，才说道：“好的。”纸上面正是蓝忘机现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他早就知道蓝湛去英国了，要是以前的魏无羡早就飞去英国找蓝湛去了，但是现在魏无羡有些退缩了，他怕蓝湛不等他了，等他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身边也会有很多人陪着。